大家好 ，Pi 2Day 2025官方具体公布来了，祝先锋们2025年 Pi 2Day 快乐！今天 Pi 发布了2大功能：一个人工智能应用平台，旨在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世界面临的问题，并扩大先锋们对生态系统中 Pi 应用和实用程序的贡献、参与和支持的渠道。另一个平台及实用程序，允许先锋们和企业通过质押机制支持 Pi 应用和实用程序。此外，还发布了各种技术和产品更新，以及新的 Pi 2Day 生态系统挑战。该挑战让先驱者了解新版本和 Pi 生态系统功能，以获得数字奖品。在讨论 Pi 2Day 的发布之前，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本周早些时候向社区提出的有关 AI、区块链和 Pi Network 的问题。Gen AI 与 Pi Network 有何关系？ Pi 的 AI 驱动世界解决方案。任何技术，包括区块链，其最终用途都在于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如今，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突破的关键时刻。然而，世界仍面临以下尚未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实际生产之间的人工智能应用层上处于起步阶段，对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作用缺乏明确认识。在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世界中，人工智能可以产生前所未有的产量，而人类福祉以及如何以保持可接受或提高的平等和公平水平的方式分配给人类，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Pi 相信世界可以同时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在 Pi 看来，这两种技术的交集超出了对去中心化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理解。去中心化人工智能应用通常狭隘地关注去中心化的数据、计算、治理和人工智能问责所有权。虽然这些方面仍然很重要，但 Pi Network 看到了区块链更基本的效用，一种可扩展且可访问的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解决方案。因此 Pi 强调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更广阔愿景，通过区块链对人工智能创造的生产进行宏观去中心化。通过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的生产应该在加密网络中在人类之间公平、包容的分配，解决围绕人类福祉、经济公平以及人类智能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中的可持续作用的核心挑战。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几个关键要素。首先，必须建立真实性，准确区分真实人类与人工智能实体，以确保分发给真实人类。其次，需要一个蓬勃发展且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层，将先进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实际的现实世界生产连接起来。这意味着赋能创作者，使其能够轻松构建与区块链集成的创新人工智能驱动应用程序。第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交网络对于广泛传播这些应用程序至关重要，促进其被更多人实际使用，并实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最后，利用区块链的问责制和透明的权限管理的内在特性，确保这些应用程序产生的成果直接且公平地惠及生态系统中的真正人类用户。Pi Network 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因为它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关键基础要素。为了确保真实性， Pi 开发了原生的 KYC 解决方案，要求每个账户在登录 Pi 主网之前必须通过身份验证，从而确保社区的高度人性化。目前已有超过1370万人通过 Pi KYC 身份验证后迁移到 Pi 主网。为了满足大型社交网络的需求， Pi 拥有全球最大的加密社交网络之一，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6000万活跃会员。为了实现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性， Pi 本身就是一个区块链项目，并在其挖矿机制中采用了公平的设计原则，以确保其网络的收益能够被社区广泛获取和共享。最后，为了促进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应用层， Pi 今日正式发布了由 Gen AI 功能驱动的 Pi App Studio， 使创作者不仅仅是工程师能够轻松创建和发布创新的与区块链集成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Pi 现有的产品，例如 Pi 广告网络、Pi 域名和 Pi 钱包，
以及今日发布的生态系统目录质押功能均支持 Pi App Studio， 这将进一步促进这些应用程序的实际应用，并帮助在 Pi 生态系统内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Pi App Studio AI 时代应用创建新模式。Pi App Studio 旨在实现众多技术人员共同的愿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人类语言创建和运行应用程序，而无需技术背景的世界。除了 GenAI 功能外， Pi App Studio 与其他当前 GenAI 分为编程平台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引导式应用程序创建工作流程，以及数百万潜在创建者和用户访问这些生成应用程序的渠道。这提供了一个高效的迭代流程，我们认为这对于实际产品构建至关重要。因此Pi App Studio 不仅可以创建和运行应用程序，还可以与其他现有的 Pi 生态系统组件一起创建功能齐全的在线产品。引导式工作流程的必要性源于 Pi 的洞见，并非每个人都具备构建产品的专业知识。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构建产品，仅仅解决工程门槛是不够的，这只是问题的一半。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应用开发的限制因素已逐渐从技术能力转向创造力和分发能力，即构建什么以及在哪里部署。指导性工作流程对于帮助普通人发挥其领域知识、专业技能和才能，并将其融入到造福他人的实际产品中至关重要。打个比方，如果你给一个从未学过绘画的人一张空白的画布和一支画笔，即使拥有必要的工具，他们也可能无法创作出一幅好画。要创作一幅融合个人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精美画作，需要一个教育性和指导性的工作流程，为他们提供创作作品所需的必要结构。新产品需要用户的测试和反馈，这有利于功能和商业模式的进一步迭代和改进，确保产品的可持续性。Pi Network 现有的社交网络和生态系统组件可以为应用开发者提供这样的优势。应用开发者可以从现有先驱者对其产品的真实反馈中受益，从而改进产品，并在 Pi 现有产品，例如 Pi 广告网络、Pi 域名、Pi 钱包等的帮助下，在 Pi 中创建商业模式。反过来，Pi 生态系统也受益于开发者可扩展的应用创建、实用功能的扩展以及社区的参与。这项人工智能计划的意义有3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层做出贡献。Pi Network 在全球最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突破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式应用程序创建工作流程进行创新，同时利用 Pi 社区的众包创造力和 Pi 社交网络的分发渠道，尝试探索一种利用区块链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可持续共存的经济模式。这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需要解决的一个全球性重要问题。扩大非技术先驱者的基层能力，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进行创新，创建应用程序，并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开发生态系统效用。这使得更广泛的人群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在应用程序创建过程中进行更多的迭代和尝试，而且工程成本比在 Web2 时代创建应用程序所需的成本更低。通过将人工智能与 Pi Network 的工具和机体资源相结合， Pi App Studio 可以帮助人们将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转化为其他人可以使用和受益的实际应用程序。今天发布的版本包含2个选项。首先是一个工作流程，它使先驱者能够创建通过人工智能训练和自动化的特定主题聊天机器人。这些聊天机器人利用创建者的领域知识和专业知识来改进 GenAI 聊天机器人，更好地回答用户关于特定主题的问题，并定制用户体验。虽然通用聊天机器人可以提供答案，但利用个人创建者领域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改进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响应和多样化的用户体验，有可能超越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界面。毕竟，谁说问答互动必须总是以聊天机器人的形式出现呢？如果他们以分布向导、交互式测验、推荐引擎，甚至像魔法8球这样有趣的东西出现会怎样？此外，
除了精通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受众之外，大多数主流用户目前还没有依赖通用的 Gen AI 聊天机器人来满足日常信息需求。为了加速大规模应用并提高人类生产力，更有针对性、主题特定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融入个人创建者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力，可以为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人工智能提供更直观、更有效的切入点。第二个选项是一个处于 beta 阶段的开放平台，允许先锋用户创建他们已有的任何类型的应用，而无需编写代码。先锋用户可以使用人类语言，而非代码，来创建他们想要构建和拥有的应用。由于该平台仍处于 beta 阶段，请注意访问权限可能受到限制，并且用户体验仍在不断完善中。在当前平台上创建的更多工作流程，可以指导更多应用程序类型的创建。当创作者的聊天机器人、其他类型的应用或自定义应用完成后， PyApp Studio 可以帮助应用创作者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将应用部署到云服务器，并将自己的应用发布到 Pi 生态系统。根据用户反馈，创作者可以反复确定哪些应用能引起先锋用户的共鸣，通过类似于创建流程的流程对应用进行修改，然后重新部署并发布到社区。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 PyApp Studio 完成，无需编写任何代码。为了像其他产品一样提升用户上手率和参与度， PyApp Studio 的开发者还可以利用 Pi 的其他产品，例如 Fireside Forum 和 PyChats， 将他们的应用与更广泛的先锋社区连接起来。为了在 Pi 中创建商业模式，开发者以后可以利用 Pi 广告网络。Pi 应用所有者目前在该网络中获得收入，开发者目前可以为其应用竞标 Pi 域名，以便于访问。Pi Network 的独特优势，例如来自 Pi 数千万经过身份验证、使用和持有 Pi 加密货币的先锋用户的潜在参与，激励着应用程序开发者优先考虑质量、增长和准确性。应用程序性能越好，人们使用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通过 PyApp Studio 创建应用程序，意味着您能够拥有和运营完全围绕您的知识和想法构建的业务和产品。这可以通过使用 AI 实现，并得到 Pi 的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支持。生态系统目录质押，使用 Pi 支持生态系统中的 Pi 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生态系统目录质押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及实用程序，它为先锋和企业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使他们能够积极支持并提升 Pi 应用和实用程序在生态系统界面中的排名。该功能可通过 Pi 浏览器访问，并于6月28日正式上线。先锋和企业可以将他们的 Pi 质押到主网区块链上，用于他们选择的应用，从而直接提升该应用在生态系统中的排名。除了 Pi 在质押方面的实用性之外，这项功能还旨在为更高质量的应用提供更大的曝光度，并促进更有意义的社区互动。从战略上讲，该机制是一个利用 Pi 集体注意力资源的平台及实用程序。它不仅通过 Pi 社区的众筹力量支持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而且还区别于典型的 Web2 应用排名系统，后者主要由造成信息孤岛的僵化算法或广告公司控制。该功能促进了旨在提升质量并分散 Pi 网络影响力的循环。第三方 OnRamper 和 OnRamp 服务集成。Pi 钱包现已集成 OnRamper， 这是一款经 KYB 验证的第三方接入聚合器，可简化先锋用户的接入服务。先锋用户可以通过 Pi 钱包访问 OnRamper， 选择符合 KYB 标准的接入服务，但需遵守接入服务的区域可用性和其他限制。此项集成为更多先锋用户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方式参与主网生态系统。该功能将于下周逐步开放。节点更新，节点版本 0.5.2 和节点排名页面。Node 0.5.2 版本已发布，包含多项关键更新。该应用程序已更名为 Pi Desktop， 包含 Pi Node 和 Pi 挖矿应用程序。此更改使该应用程序更加通用、准确，并支持当前和未来在桌面计算机上与 Node 无关的集成，例如在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访问 PyApp Studio。要在 Pi Desktop 上打开 App Studio，
请在 Pi App 选项卡的赛汉堡菜单下选择 Pi Utilities， 安全性总体得到提高。先锋用户可以直接在节点板块查看自己的公钥，以便在节点排名页面中识别自己的节点。此公钥可用于验证和识别用户的节点。桌面应用程序窗口可以调整大小，以通过某些功能，例如 Pi App Studio 提高可用性。Pi 区块浏览器新增的节点排名页面，根据关键性能指标，包括可靠性、可用性、开放端口、总活跃天数和 CPU 性能，显示排名前5000的 Pi 节点。排名每24小时更新一次，以反映网络的最新数据。此页面旨在突出那些为 Pi 生态系统做出贡献的最稳定、性能最高的节点。主网迁移和 KYC 更新，解锁超过50万名额外先驱者。主网迁移和 KYC 的最新更新使更多先锋用户获得了迁移资格。这些更新还解锁了超过50万名之前无法迁移的先锋用户。此外，自开放网络上线以来，正常的迁移流程已帮助超过300万先锋用户完成迁移。一项 KYC 更新专门帮助某些地区解除先锋的封锁，这些先锋面临着独特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检查他们的暂定 KYC 状态，以达到他们的最终 KYC 状态，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主网迁移过程。通过使用与其他区块链流量分离的专用区块链 API 服务器，迁移过程也得到了改进，这有助于提高迁移的稳定性和吞吐量。先驱者可能仍需完成特定操作才能迁移，具体时间取决于每个人完成这些步骤的时间，但他们将不再受到之前阻碍迁移的系统限制的约束。Pi 域名拍卖扩展。正如上一篇博文所述， Pi 域名旨在成为功能性的 Web3 标识符，为基于 Pi 的应用、服务和商店提供锚点。随着 Pi App Studio 的发布，更多先锋用户将能够创建和运行自己的应用，因此需要为其应用提供域名。Pi 域名拍卖截止日期将延长至2025年9月30日，以便为先锋用户提供更多时间进行创新和功能性应用的构建，并为其应用竞标所需的 Pi 域名。Pi 2 Day 互动生态系统挑战赛。为了庆祝 Pi 2 Day 的各项生态系统和实用工具支持更新， Pi 2 Day 先锋用户可参与 Pi 2 Day 生态系统挑战。挑战将带领 Pi 2 Day 用户体验各种新功能，包括本公告中宣布的众多功能，并帮助他们探索 Pi 生态系统和 Pi 产品。完成特定级别的步骤后， Pi 2 Day 先锋用户还将获得有趣的数字奖品。尽快参与！生态系统挑战赛将于6月27日至7月7日举行。